我们今天继续讲《伤寒论》啊。在进入正文之前呢，我们先把《伤寒论》的轮廓说一下啊，让大家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用啊？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我们这里借用佛法里讲经用到的5重玄义，分别是释名、辩体、明中、论用和判教。首先是释名，也就是解释经题，让大家知道这本书是在讲什么呢？那什么是伤寒？同时期的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经肤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也就是说，凡是能够引起人体发烧的病都称为伤寒。所以用现代的话来讲啊，伤寒就是急性感染性疾病。那为什么叫伤寒？不能是伤热、伤风？因为寒不只有寒冷的意思，还有邪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被病原体这类邪气感染以后引起的急性感染就叫做伤寒。那用寒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寒冷刺激往往是引起病原体感染的重要诱因。因为尤其是那个年代东汉末年，天气比较冷。冬天的时候是比较冷但是以前可能御寒古代的时候的确是温度比现在低。对，然后御寒的方式也是比较没有空调暖气啦。基本对。为什么？因为寒冷会导致我们血管收缩局部温度下降呢，那个免疫细胞活力就会降低我们就容易被感染。那现代医学也发现当我们鼻子的温度降低以后病毒更容易在鼻子里繁殖，就呼吸道。所以因为寒冷引起血管收缩，就好像马路原本很宽现在变窄了那救人的救护车要赶到目的地就比较困难会浪费更多时间所以在人体来说，免疫细胞越迟抵达目的地那么病原体繁殖的越快，就感染了。对，所以中医一向都很重视御寒要少喝冰水，少吹冷气，促进血液循环对，都是这道理。所以《伤寒论》就是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指南，里面记载了各种感染性疾病还有感染引起的并发症，怎么用药，怎么调护的智慧那比如小孩子常见的肺炎、咽炎、鼻炎青少年常见的胃肠炎、阑尾炎老年人常见的尿道感染皮肤发炎女性生殖系统的发炎，还有像是脑膜炎这样要人命的感染都会有提到所以这本书学起来很实用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常常会遇到的高发病有的病如果很严重那么最好找医生看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很难断根的时常看医生都看不好，那么这本书就绝对能够帮到大家。好，那经题解释清楚了以后，我们再说辩题也就是这本书立论的依据伤寒论治病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它是以实相本能为依据的。实相就是实际的情况这点非常重要，是我们能够看明白这本书的重点比如说病人感觉到喉咙痛，那么这本书里面就会写成咽痛它不会写成上火上呼吸道感染说一下那范围很大他要下定义先为什么不写成上火因为上火是一个抽象概念，已经是一个诊断对，它是一个从实相里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比较客观。对它客观的症状嘛，咽喉痛对，它是一个客观的，就是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每个人对上火的定义也不一样，有的人说眼睛痛是上火，对有的人说大便痛也叫上火对，所以如果用上火这个词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误会那以实相为题是伤寒论的特色。很多中医的书为什么很难读因为都是用抽象概念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已经定义了，总结了对那个结论的对，但是他也没有把那个定义跟我们说推理的过程对，比如说好像气血精神这些专业术语比如第一句的气可能是指呼吸的空气，那下一句就可能指的人体的免疫力，太玄了再下一句就是气力的气对或者是某个器官的功能，你可以多个角度无限的对，
所以如果没有文学功底还有悟性的人啊，看了就很容易误会啊，甚至看不懂，那就不得受用了嘛。所以这个情况在《伤寒论》里是看不到的。《伤寒论》是怎么写的？比如呕吐、发热、汗出这些都是实际的情况没有争议的空间是什么就是什么事实情况。对，这就是《伤寒论》的特色很真实。我们也把这种以实相为体的思维方式称作直觉思维，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镜子里照到的情况和病人现实里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经过我们人为二次加工甚至过度加工的思维方式就是直觉思维了。那我们学习《伤寒论》也一定要带着这个思维去看条文，不能过度抽象不然不止看不懂，而且容易发生误会。明明很简单的东西结果自己越想越远。对，天马行空就把那个真相扭曲了。对，那么就不对了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提到心烦，有的人就会解读为上火或者是说正气跟邪气打架很剧烈，不就是烦躁吗？对，有时候是热烦躁对，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发烧就会感觉到烦或者是说尿路感染的时候小便排不出来那也会烦所以它就是一个结果了。对，它就是一个表现那其实《伤寒论》里有用到抽象的概念比如少阳、太阳、太阴这些但是这些概念六经吗？对，六经但是这些概念张仲景都给他们下好定义避免大家自由发挥了而且这些定义也是建立在实相之上我们之后都会谈到那《伤寒论》还以本能为体这是治疗用药的依据实相是收集信息嘛而这个本能就是解读信息其实本能它包括很大方面，它就是我们自己本来与生俱来的能力或者说超能力了，自信就比如说我们能够自己痊愈受伤的那个伤口会自己好或者是说我们怕冷了，而且我们身体会增加产热这些也是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本能其实包括很大的方面。人体是很强大的，对，无限强大所以这本能在西方国家也叫做自然疗能自然的疗愈力、自愈力啦对，很多名字那比如说发烧是人体对抗病原体的自然本能那么我们治疗的目的就不是退烧，而是要对抗帮助人体对抗病原体。那如果病人温度不够的话，我们还要帮助病人升温这在现代医学里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有的人淋雨过后感觉自己要生病了他就会泡一碗姜汤水来喝身体温度马上回升原本要生病的感觉就没有了所谓的辛温解表药，中医叫对，这就是第二次加工对，那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是通过升温来帮助人体对抗病原体，循环好了排出去。对，现在研究也发现37度是病毒最活跃的时候而现在很多人平常连37度都没有到它体温更低对。那么当温度升到38度以上的时候，病毒细菌的生长才会受到显著的抑制所以我需要发烧对，这就是本能就是人本来发展出来进化出来的能力来对抗这些自然的伤害有需要的时候提高体温对，所以在急性感染的早期能够越早发烧是越好这样病程会缩短人也会好得快对这些道理《伤寒论》里都会提到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甚至很多生病的症状都是人体积极对抗病原体的反应我们看到本能的趋势以后就要针对性的干预顺势对，那个顺势有点不太一样对，顺势是说比如你在拉的时候你就让它拉那本能他想要以排泄的方式拉的话，我们也是助他想要发汗的话，我们给他辛温解表药给他提高体温也是可以。对，但是中医里面的本能它会更加的中道对，为什么？比如说发烧有时候会过度这就不会过度干涉了对，比如说你人体它自己发烧过度了，
那过度的发烧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它就会要适度的降温维持一个正常的温度，稳稳的所以中医的本能疗法它不像是顺势那样，就是一股脑它是会找一个中道的，很有弹性，对，很有弹性，所以我们讲中医嘛，所以比如发烧不够就帮助升温发烧太过就降温诸如此类我们都会谈到了再就是明中和论用也就是写这本书的目的还有我们学了能够得到什么利益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教我们诊断、治疗还有预防感染性疾病那学了就自然能够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这是第一层利益第二层利益就是除了感染性疾病以外的疾病也都可以用慢性病对，就是可以，有很多慢性病它也会有发烧然后感染对，感染是最常见的因为感染是一个病理过程对它不只是感染性疾病才会有对一般的不是发烧的病也会有的我们就称为慢性感染发炎对慢性炎症对西方就称慢性炎症比如代谢病、癌症、中风、心脏病、糖尿病还有一些看似与感染无关的病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到这本书里教我们的道理经方很好对，所以有的中医就把这本书当成治疗一切疾病的指南还真的是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学了这本书以后至少能够看70%以上的病心里有底能够开方用药对好，最后就是判教，也就是这本书在中医甚至是医学里面的定位这本书是中医临床的基础教材是每一位中医必学的书如果没有学好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诊断治疗开方用药所以特别的重要那至于这本书在中医里的地位我们上一期视频有完整的内容大家可以回头看看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正式进入正文的讨论